江总，订婚宴下午就要举行了，需要接人，吩咐一声就好，何必您亲自来一趟？这个人不接到，我这婚宴可开不了。影光集团已经是南省首富，资产过千亿，有谁这么大面子，还值得您驱车亲自来接？我父母在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，是姐姐江天影一手将我带大，她是我长姐，但更似我母亲。更何况她现在怀有3个月身孕，这种情况叫别人来接，你叫我怎么放心？对不起，江总，我多嘴了。姐，天宇，这么久不见，想死我了。姐你也真是的，孩子都3个月了，还自己一个人坐飞机回来。这不是你订婚吗？我弟弟的头等大事，我这个当姐姐的必须得回来看看。这狐狸精是谁？竟然跟我女婿这么亲密！什么？江天宇竟然在外面养了个女人，连孩子都有了！不行，我得马上跟妍妍说一声，这么好的金龟婿可不能让他跑了。姐，咱爸妈走得早，小时候是你含辛茹苦的把我带大，还供我读书，甚至你出国结婚后还把影光集团留给了我，这份恩情我一辈子都记得。姐姐的就是你的，那么见外干嘛？只是你呀，以后多来看看我就好。好，我以后一定经常去。江天宇，你个王八蛋，竟然背着我偷人！偷人？什么偷人？柳岩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江天宇，你干了什么？自己心里清楚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装作听不懂是吗？行，但我告诉你，要是敢带不三不四的人回来，看我怎么收拾那个狐狸精！妍妍，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我的为人你是清楚的。行了，我这还有事儿，晚点再回你。妈，不要轻举妄动，你就给我盯死江天宇，看看他们要去什么地方，随时跟我联系。妍妍，这狐狸精怀了野种，要是生下来，小三可就上位登正宫了。你这么多年谋划，岂不是都白费了？只要那小狐狸精敢来，我让他和那小野种有来无回。天宇，这是怎么了？没事，妍妍一直都视你为偶像，可却一直没有见过。我跟她说你是今天下午2点的飞机，想给她个惊喜，可能是她提前知道了消息，怪我独自来接你没带她，有点闹情绪了。你也真是的，马上就要做丈夫的人了，女人是要哄的，以后对妍妍语气要温柔点。哦，知道了。要是姐夫还在就好了，也不至于你一个人来，我一路上担惊受怕，生怕姐姐你路上出意外。你姐夫要是在天有灵，知道了我们家天宇要结婚，一定会给你祝福的。一定会的。走吧，上车吧。跟上前面那辆车。小心点。呸！小贱人！要不是妍妍不让我轻举妄动，怕耽误了大事，我现在就出去撕了你个不要脸的东西。江天宇，你很好，敢把情人带到我们的婚房里去，真当我柳岩好脾气！姐妹们，跟我走，去把这个不要脸的小三撕了。天宇，你要是成家了，记得多带妍妍来看看我。姐，你说什么呢？这里也是你的家，你就放心住着，不用走了。那怎么能行？妍妍知道了，该怪姐姐不懂事了。怎么不行？妍妍她最崇拜的就是你，她求你留下还来不及呢，又怎么会赶你走？放心，她不会那么小气的。好，那姐姐就在这儿住下，你先去忙吧。别忘了下午可就是你的订婚宴，新郎不出面去现场操办，可是失了礼数。好，那我先过去了，
你有事就跟我打电话。当年为了公司周转，10亿将其出卖出去。此次特意花费30亿买回这枚翡翠之星项链，当做订婚礼送给妍妍，想必她一定会开心的。难道是天宇忘拿东西了？真是的，从小都是丢三落四的性格，这么多年了还是没变。天宇，你是不是忘记带什么东西？狐狸精，抓住他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个偷人的贱货，还敢问我干什么？不是，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我误会？你当我眼睛是瞎的吗？敢堂而皇之住到这里，这可是老娘的婚房，老娘还没住过1天。你真当我柳岩是好欺负的女人吗？我该说江天宇真会藏人呢，还是你隐蔽的太好？我跟他相处3年，竟然一点风声都没走到。要不是他突然带你过来，我还被蒙在鼓里。3年？不对，你是柳岩吧？你搞错了。天宇跟我说起你，我是他。你还认识我？这个江天宇他还真是不把你当外人，什么都跟你说，连我这个即将跟他成婚的妻子都不知道他在外面还养了个女人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柳岩，你听我解释，你听我解释，你给我闭嘴！一个小三哪来的发言权啊？把他给我绑起来，我要让他知道勾引别人老公是个什么下场。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柳岩，要是天宇知道你这么对我，知道会有什么下场吗？下场？就是江天宇现在站在这，他难不成还会不顾面子，就为了护你一个小三？不是的，柳岩，有话好好说，咱们是一家人啊！天宇，我是天宇的姐姐，我是江天颖。你也配？天宇的姐姐是你能冒充的吗？还说我跟你是一家人，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，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妍妍，她要真是江总的姐姐怎么办？真信他的鬼话！江天宇的姐姐是2点的飞机，怎么会现在留下？更何况江天颖是何等人？那可是南省首屈一指的商业女，当年凭一己之力力压数百豪门，那种人物怎么会是他这种贱货可以相提并论？就是小希，你也不想想，咱们的妍妍可是江总的未婚妻，怎么可能没见过他的姐姐？柳岩，你会后悔的。贱人！事到如今，你还分不清大小王，喜欢当小三儿是吗？我现在就让你知道，勾引别人老公的骚货是什么下场！按住，别让他乱动！别打，肚子，我的肚子。想靠这个威胁我，别妄想靠着这个飞上枝头变凤凰。野鸡就该待在鸡窝里，休想做嫁入豪门的白日梦。不，如果你真这样做，我跟你们拼命！像你这种贱人，我见过不少，但像你这么贱的，我还真是头一次见。这么淫荡的贱人，就应该好好的教训。你们放开我，我真的不是小三，不信你们就打电话叫江天宇过来。想让江天宇过来救你，看到你这副惨样，想让他心疼偏袒你，我偏不让你容忍。喂，天宇，怎么了？妍妍，你还在化妆间吗？公司突然有点事情需要处理，可能会晚点过去。你记得我姐姐2点就会到婚宴厅，帮我接一下。放开我，天宇！好，我知道了，老公。你那边怎么声音乱糟糟的？出什么事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有条发疯的母狗在叫唤。化妆间哪会有狗？你那边没事吧？已经没事了，那条疯狗已经被安保给抓了。你没事就好，你抓紧回宴会厅，我姐一会儿就到，你可要好生接待，留下好印象。老公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好好接待咱姐。听到了吗？天宇的姐姐刚下飞机，正在赶往去宴会厅的路上。江天颖是南省风华绝代的商业女王，你个勾搭别人老公的贱人，也妄想冒充她？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还敢嘴硬，真是不见黄河不死心。正好我老公的姐姐也来了，她一向最痛恨你这种贱人，
就让他看看你这不知检点的女人到底有多么不要脸。我不去，我不能在天宇的订婚宴上丢脸。现在知道丢人了，那可由不得你，给我拖走！凤娇，此次你们与江家结亲，势必会一飞冲天，挤入南省一流，成为顶流豪门，只不过是时间问题。那可不是嘛，妍妍这孩子是我们从小看着长大，眉宇之间尽显富贵之气，注定飞黄腾达。你看，这不被我说中了，直接嫁到南省首富家里了。那是自然，我的女儿打小就随我的天生丽质，气质不凡，能嫁给江天宇，那也是她的福气。就是可惜，中途出了个狐狸精，也不知道妍妍处理的怎么样。大家都吃好喝好，待会儿我那女婿来了，肯定会跟他好好说道说道，让各位都在影光集团入职发大财。那我们就在这里举酒谢过刘总啦！哈哈哈！来来来，满上满上，喝！什么情况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这是做什么？女儿，这大喜的日子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妍妍，这哪来的人？怎么伤成这样？就是啊，大喜的日子搞这么一个人进来，晦气。妈，你见过他？我见过。当然，她是江天宇在外面养的女人。女儿，这是真的？还能有假？我妈亲眼看到江天宇把这个女人带回家，还让她住在江家，这才告诉了我。原来你就是那个贱人！女儿打得好，打得连我都差点认不出你了，干得漂亮！妈拉个巴子的，敢他妈勾搭我姐的男人，你还真是不长眼睛！你个贱货，在我面前装柔弱！老子在外面混的时候，不知道打过多少你这种贱人，我打死你，让你不长眼勾搭我姐男人。有伤啊，那可就方便了。现在知道疼吗？你怎么不想想勾搭我姐男人的后果？还乱动！我让你动，看你还是不知道疼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好漂亮的宝石，这东西值不少钱的吧？这东西我在电视上看到过，好像叫什么翡翠。哦，对，翡翠之星，听说价值在30亿。30亿？我们柳家公司市值都没有1亿，这项链都要超出30倍了。什么？这宝石项链竟然这么值钱？好你个女人，没想到你还挺有本事，能让江天宇心甘情愿给你送这么贵的东西，连我都没有。没有，这是我自己的东西。你的东西真是笑话，这是江家的传家宝，只有江家媳妇儿才能拥有。女儿，反正你也用不上，不如把它砸了。对，他不配拥有。不要！你砸了它，你会后悔的。我呸！不砸了这项链，难不成让你拿着这宝石潇洒过一辈子？敢抢我女儿的男人，你就别想做阔太太的美梦。30亿的宝石就这么砸了，太可惜了。爸，这东西就算价值连城，但也是江天宇送给他的，不是送给我姐。但只要我姐嫁给了江天宇，这种宝石还不是要多少就有多少。江凯说的没错，女儿，妈支持你，直接砸了它。不能砸，不能砸！去你的！哼，我看你还怎么得意！柳岩，这一切都是你自己选的，怪不得我。看来是你没有福气得到这块翡翠之星。你还敢拿翡翠之星的事跟我炫耀？它已经彻底碎了，沦为一滩不值钱的废料，而你永远都得不到它。怎么样？生气吗？生气又能怎么样？你能拿我有什么办法？活该！做得好，对付这种不检点的女人就该这么办。就是。我一直以为柳岩是个知书达理、温柔体贴的好女孩，
现在是我想错了，还有这种所谓的亲家，每一个都是攀岩附势的小人。怎么还想着江天宇能来救你？我告诉你，没门儿！你想对我做什么？什么？他竟然还和姐夫有这般纠葛？这女人真是白生了一副好骗吗？没想到背地玩这么滑，这种贱人放在古代可是要进猪笼的。哈哈，今天可是看了一出好戏。哈哈哈哈！女儿绝不能任由他这般肆意妄为，不能就这么放过他。对啊，姐，我都没想到他竟做出这种事，绝不能轻饶，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。不要，只要你们别为难我，今天的事儿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你有拒绝的权利吗？做了不该做的事，就该清楚是什么下场。我跟天宇是清清白白，我和他之间毫无半点牵扯。那反倒更好。原本还顾及他的情面，怕把事情做绝会和我生出嫌隙，现在看来根本没必要顾及分毫。你们要是敢对我动手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你还敢威胁我？给我按住他！我要让你知道得罪我的下场！等等，妍妍，今天可是你大喜的日子，你一定要干干净净的，手上不能沾血。这事儿让你弟弟来。慢！两位，让他跪在地上。你想干什么？跪下！我妈说今天是我订婚的大喜日子，我手上确实不能沾血，但是血流血了，她流产了。流产就流产，又死不了，把她拖出去，脏了我的地。孩子，我的孩子，还我孩子，还我孩子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你给我孩子偿命！孩子，孩子，你还我孩子！一条疯狗，去找个笼子，把这个疯女人关起来！女儿，没事没事，江天宇和他姐姐马上就来了，他们一定会为你做主的。对，掐我脖子，等天宇来了，我要让他生不如死，我会遭报应的。还在乱叫，我倒要看看我的报应在哪儿。影光集团董事长江天宇到。姐，姐，我姐呢？我姐呢？女儿，快看，你老公来了，快去迎迎。他做了这么对不起我的事儿，我才不去。好女婿，你可算来了，可让我们等得心急啊！伯父，公司的事情刚处理完，我就马不停蹄的赶来了。啊，妍妍，我让你接待一下咱姐姐。我姐呢？你接到了吗？你还有脸问我？你说好咱姐姐2点到，这都3点多了还没有到，她是不是不愿意来了？怎么会呢？我姐姐早就来了，你是不是怪我来的太晚，生气了？别碰我！我现在都觉得你的手脏。妍妍，你在说些什么呢？我可是你未来的老公，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？我这么说话怎么了？你自己做了什么事儿，自己心里清楚。你怎么说话呢？你也真是的，马上就要做丈夫的人了，女人是要哄的，以后对妍妍语气要温柔点。江天宇，你是不是心虚了？自己做的丑事都不敢认了？好，妍妍，我错了，行吗？不管我做错了什么事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，好不好？女婿啊，我家妍妍从小在家都是娇生惯养，是我们捧在手里的宝，她以后嫁给你，可不能让她受半点委屈啊。就是啊，我家妍妍天生丽质，怎么着
也比外面那些狐狸精强上100倍。你可要好好对她。对，要是再让外面狐狸进家门，来一个我收拾一个，绝对不能让我姐在你们江家受了委屈。什么狐狸精？你们在说些什么？江天宇，你非要让我把话挑明了是吗？你在外面养女人的事儿，在场的人全都知道了，你让我的脸以后往哪儿搁？什么女人？我一直都只有你一个女人，这么多年你还不相信我吗？好，你就不愿意承认对吗？反正你姐姐也快到了，她最痛恨这种破坏他人感情的男人，我就让她来帮我主持公道。柳岩，我对你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你把话说清楚。我说的不够清楚吗？你偷偷养的女人，我已经关起来。关人？你在说什么？你给我老实交代，你把谁给关起来了？江天宇，事到如今，你还在凶我？算了，但是柳岩，你不能胡来，我不管你把谁关起来了，现在立马给我放了。你慌什么？担心你的小情人出事？我告诉你，我江天宇问心无愧，在外面没有养什么女人，更没有小三。私自把人关起来是违法的，快去把人放了！你还在装，我就是不放！你简直不可理喻！天宇啊，这件事也不完全是你的错，妈知道，妍妍在成婚前不让你碰，你可能会忍不住在外面找女人，这是人之常情嘛。是啊，是啊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知错能改，就是好男人。没错，大家都是男人，我们都懂，没必要死不承认，说出来不丢人。天宇，我们和妍妍都不怪你，要怪就怪那个狐狸精勾搭你。毕竟这种事情是个男人都会把持不住，你快跟妍妍认个错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我都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，我没有错，为什么要认？江天宇，不就是让你认个错有那么难吗？我姐那么大度，怎么会为这点事跟你闹？我姐也只是想要你的态度，对吧，姐？江天宇，我也不是不讲理的人，只要你肯认错，这事就算过去。我没错，我认什么？你们都口口声声说我出轨了，证据呢？好，你想要证据，我给你。看清楚这是什么？是不是你送给那个狐狸精的项链？这翡翠之星，你说这东西怎么会在你这里？你认识这东西？呵呵，现在你该承认了吧？我以前就听你提起过，翡翠之星你要送给以后江家过门媳妇的手中，可为什么会出现在别的人身上？你说？翡翠之星是姐姐当初最喜欢的首饰，可为了公司周转，被迫拿去变现换取大额资金。没想到今天再捡到，已经碎成这副样子。没话说了吧？现在你可愿意承认了？本来我以为这条项链你会在订婚这一天亲自为我戴上，可没想到你将这么贵重的礼物送给外面的狐狸精！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将翡翠之星买来当做礼物送给你？江总，您之前让我留意翡翠之星的拍卖会，说要将其拍下当做礼物，可没想到提前被一个神秘买家先行拍走了，是不是因为这个才让柳小姐有所误会？事实都摆在眼前了，还能有什么误会？难道你是想说我眼瞎了，还是在场所有亲朋好友的眼睛全都瞎了？妍妍，这翡翠之星我之前的确想拍下，那是因为咱姐姐非常喜欢这件首饰，可是没来得及，这才被其他人抢先一步。这不可能，翡翠之星只在南省的拍卖场出现过，除了江家，南省还有谁能一下拿出30亿来买一件首饰？难道是这项链？你是从谁那里得到的？我从哪里得到的？现在重要吗？现在最重要的是，你把翡翠之星送给了别的女人，而不是我，你未来的妻子。我说过了，翡翠之星早就在我去拍卖场之前就已经被买走了。不要拿这件事来给我无理取闹。你觉得我是在闹脾气吗？我只是想要你一个态度。身为你未来的妻子，想让你一心一意只对我一个人，就简单的一句承诺，一句认错就有那么难吗？认错？我要认什么错？
柳岩，我告诉你，我江天宇敢做敢当，做了就是做，没做就不会认。江天宇，你就不是个男人，你哪怕为了自己的面子不愿意当场认错，也不用给我难看，让我在亲戚面前下不来台。你够了！要不是我答应过姐姐，要对你语气温柔点，我不可能让你污蔑我到现在，更何况还当着亲朋好友的面丢脸。你现在觉得丢脸了？你在外偷人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被人发现会有多丢人？去查查我姐姐怎么还没到。好的，江总。我真希望现在姐姐就站在这里，她一定不会忍心看着我受委屈。你委屈什么？被冤枉的人是我。姐，你就别跟姐夫吵了，外面的狐狸精终归只是小事，等把婚定了，结婚证一领，你就是明媒正娶的江家媳妇儿，任凭那些小三再怎么蹦跶，也比不了正宫的地位。是啊，女儿，江天宇可是不可多得的金龟婿，可不能放走了。外面多少人觊觎着，趁早把婚事定下，狐狸精的事儿先放一放。可是妈，他那么护着那个狐狸精，我就是不爽。姐，别捡了芝麻丢了西瓜。等你嫁入江家，只要哄好江天宇的姐姐，这江家以后还不是你说了算。别说一个狐狸精了，就是10个狐狸精，有姐姐撑腰，咱谁也不用怕。天宇，这件事先放一放，今天是我们订婚的好日子，要不咱先把婚事……你说什么？江总，我确实回别墅看了，江小姐确实不在家里。我姐姐不在家，她会去哪儿呢？江天宇，你要去哪儿？给我回来！姐姐不见了，我怕她出了什么事儿，等找到我姐姐再说。江天宇，你混蛋！这婚你到底还想不想定了？哎，这怎么还有个怀表？难道是那个小狐狸精留下的？我看这怀宝里好像有个照片，上面有2个人，不会是江总跟那个小三的合照吧？我看不像，照片上那个男人好像有胡子，江总脸上干干净净，肯定不是。啊？不会那个狐狸精有老公吧？那岂不是江总才是第三者？一定是那个小狐狸精先勾引的我女婿，外面女人能有什么好货色？外面那些妖艳贱货最会勾搭男人，真是没想到那个小三还是个有妇之夫，玩得真花。上流社会还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啊！都给我住嘴！谁再多说一句，休怪我对他不客气。江天宇，现在知道紧张了？怎么，我还说不得一个小三了？柳岩，告诉我，带着这块怀表的女人在哪儿？想让我告诉你，好去救你的情人？不可能！我没有跟你商量，我是问你，人在哪儿？柳岩，我的好女婿，有话不能好好说吗？你这是做什么？天宇，你看看把妍妍凶的，她可是你未来的媳妇儿啊，要跟你过一辈子的人，怎么能这样？江总，您就算着急找那个女人，也不至于对我家妍妍这么凶吧？大家可都看着呢。就是啊，还没过门就这样，天哪，我都要恐婚了！江天宇，你竟然为了一个小三这么对我！我们可是有3年的感情，难道还比不上外面的人？对呀，女婿，你不是也看清楚这个女人的真面目了吗？这种女人你还敢要？住口！柳岩，你把她关起来之前，知不知道她还怀有身孕？原来你是为孩子不是你的事情生气。我知道他欺骗了你这么久，你想把他找出来，恨不得将他剁碎了喂狗。但你放心，他肚子里的孩子已经没了。什么？孩子没了？当然，这种女人想仗着怀孕的借口攀上高枝当凤凰，想都别想。是啊，女婿，你是没看到妍妍教训那个女人，场面绝对让你解恨。
你姐姐平生最痛恨这种女人，到时候姐姐来了，看到我这么处理，一定会高兴的。姐，我可是出力气最多的人，邀功的事情可别忘记我。那个女人有这种下场，你现在心里痛快了吧？陆言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说人在哪儿？我是加油，我是加油！天宇，天宇，姐，姐，姐！什么？刚刚江总喊那个女人姐？啊！那个女人真是江总的姐姐？怎么会这样？她怎么会是江天宇的姐姐？这下完了，全完了！完了，我刚刚打的最狠，江天宇一定会先找我麻烦。姐，你是姐夫的未婚妻，你一定要救我呀！姐你怎么样？天宇，你总算来了，我的孩子没了。天宇，我的孩子没了。姐，是我没有保护好你和孩子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姐夫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天宇，我要他们死，我要他们给我的孩子偿命。还等什么？快把我姐送医院去找最好的医生！是，江总。谁干的？谁干的？不说是吧？我给你们3秒钟，不说的，这都别想活。3、2、1。我知道，所有事情我都知道。小凯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妈，我还年轻，我还不想死啊！我都没娶老婆呢。说，到底是谁干的？江总，我说可以，但要是我说出来之后，你必须答应放过我。你现在也配跟我提条件？给我滚！其他人还有没有要开口的？好，都嘴硬是吗？要是让我查出来是谁起的手，辱骂、殴打过我姐，她和肚子里的孩子要是没事，我还可以饶了你。但凡有个3长2短，我让你们所有人偿命。江总，不关我们的事儿啊，您可别怪罪我们。对啊，江总，我们都是看热闹的，而且这又不是古代，你姐出了事情，怎么还能牵连到我们头上？对，你根本就没这个权利。权利？我告诉你们，在南省，我江家就是权利，哪怕我江家覆灭，你们只会提前比江家死的惨上1000倍万倍。怎么办？江家一手遮天，咱们还是别多嘴了，赶紧把事情给江总解释清楚。滚一边去！我先说。江总姐夫，这都跟我们没关系，都是他，一切都是我姐指使的，你要杀就杀他。流言，就知道是。刘凯，你在胡说什么？信不信我撕了你的嘴？天宇，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江总，我说的句句属实，要是有半句谎言，天打雷劈。这一切都是他做的，在场人都能为我作证。没错，没错，就是他做的，就是我。天宇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跟你认错，你放过我好不好？认错？那是我姐，含辛茹苦的把我养大的姐。
是他把我养大，是他供我读书，是他为我付出了一切，而今天你竟然敢这样！气他，输他，打他！你知不知道，我姐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。当初她为了让我读书，自己出去打工；当初她为了支持我创业，自己远嫁他乡。长姐如母，她在我心中地位比母亲都要重要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你不知道？你要是知道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她？你为什么要害死他唯一的孩子？柳岩，我本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，但现在你没这个机会了。现在我要你偿命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！住手！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怎么搞的？我姐她身上的伤还没好，怎么能……天宇，你别怪她，是我要来的。姐姐身上的伤已经被医生处理过了，没有大碍。姐姐，你一定要救我！天宇要我偿命！你害死了我的孩子，我们现在就掐死你，让你多活一段时间，已经是对你的仁慈，还想让我救你？姐姐，江小姐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是我心生嫉妒，将您错认成了小三，我该死，我认错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就饶过我这一次。饶了你？谁为我的孩子偿命？东西拿来吧。还记得这东西吗？不要！江小姐，这只是一场误会，我们并不知道那是您，都是误会。没错，没错，这都是一场误会。哼，好一个误会！要是当初你们放过了我的孩子，或许我会将这发生的一切当做一场误会。但我的孩子回不来了，所以你们之中必须要有人为我的孩子偿命。为孩子偿命？他的孩子也不是我弄掉的。对，刘凯。姐姐的孩子不是我干的，天宇而是刘凯下的脚。要不是他先踢那几脚，姐姐的孩子一定不会流产。姐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我可是你亲弟弟，你不能为了活命坑我呀！我还不都是听了你的和爸妈的话才动的手。原来还不止一个罪魁祸首，看来是我把事情想得简单了。不是，姐夫，你听我解释。你给我闭嘴！你没有资格喊我姐夫，而且包括你在内，在场的人有一个算一个，我都会查下去。所有对我姐动手的人都得付出代价。去把案发地点的监控全部查一遍，不要遗漏任何细节。是。等监控送来，我会按照你们欺负我姐的轻重来定你们的罪，谁也跑不掉。把所有出口和逃生通道死守，谁要是敢偷偷溜走，双腿直接打断。是，江总。啊！江总，你刚刚说要放我们走的，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！欺负江小姐的不是我们，孩子流产也是他们家动的手，跟我们没关系。是啊，没关系。你们这么多人看到柳岩一家欺负我姐姐，却没人阻止，你们也是害死我姐姐孩子的帮凶。什么？你们有人敢拍着胸脯说自己阻止，我现在就放你们走。若查出是假，谁都脱不了干系。江总，你这也太霸道了！我做人做事就是这么霸道。你们如此对我的亲人，我没有对所有人出手，已经够仁慈了。姐，鞭策我。姐，他当初抽了你多少下？我要他100倍复还。不要啊！江小姐，我一向最崇拜你，我家也敬重你。我真不知道你是天宇的姐姐，我要是知道，绝对不会做这种事。求求你放过我吧！是吗？那行，我可以放过。谢谢江小姐，谢谢江小姐，我一定会将你当做亲姐姐，哦不，亲妈一样对待。天宇，你听到了吗？姐姐放过我了，她放过我了，我们的订婚宴可以继续了。柳岩，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我有说过要原谅你。你刚刚不是要放过我吗？在场这么多人，
您的话大家可是都听到了，你听到了对吗？你听到了对吗？你们都听到了对吗？很显然，他们都没有听到这句话，就跟当初我让你放过我的孩子，你也没有听到。江小姐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嫉妒心作祟，是我小心眼，是我没眼光，你就放过我吧。当初我有好几个可以放过你的理由，可都是你自己将它放弃。我记不清了，江小姐，我求求你饶过我一次吧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看来你还是不知道自己愚蠢到什么程度。也好，让你死也能死个明白。第一次我说自己是天宇的姐姐，你不相信，那也就罢了。第二次天宇打来电话，你却想方设法堵住我的嘴，让我无法开口。第三次，这枚翡翠之星本来是我送你的订婚礼，你却亲手把它摔得粉碎。什么？那价值30亿的翡翠之星是给我的？这是我的，这原本一切都是我的。30亿的翡翠之星怎么会这样？都是你的馊主意，让我把翡翠之星给摔了，要不然这30亿就是我的。你发什么疯？又不单单是我让你摔的，妈也说过。我可是你妈，怎么能怨我？都怪你！要不是你跟我说天宇把小三带回家，我怎么会去抓小三？如果我没去，事情怎么会发展到现在这样子？妍妍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妈？我跟你说，还不是为了你好，我可是你妈，这事怎么能怪我呢？要不是你，事情就不会变成这样。你赔我的30亿翡翠，你赔我老公。妍妍，冷静一点。江小姐，都是我妈。她一开始看到你跟天宇在一起，就说你是小三儿。我也是被愤怒冲昏了头。我是爱天宇的，我只是害怕别人把天宇从我身边夺走。你也结过婚，肯定能理解我的感受，对吗？我当然能理解了。那您不怪我了，我是真心实意爱天宇的。这个订婚礼物没了，能不能再给我换一份？说了半天，你就想重新要一份订婚礼？我错了。柳岩，你好虚伪，你好不要脸！是，我不要脸，我该打，我该打！既然你把翡翠之星摔了不要，那就还算是我的财产，30亿原价赔偿吧。什么？江小姐，30亿，我就算赚10辈子也赚不到这么多钱啊！我还不起。还不还得起是你考虑的事情，跟我可没有任何关系。这钱你无论如何都要在今天还上。天宇，你帮我跟姐姐说说清，再怎么说我们以后都是一家人了，还分什么你我？姐姐的钱不就是咱的钱吗？谁跟你是一家人？这婚能不能成，只有我姐姐能做主。而你把我姐姐害得流产，还想让我帮你求情？哼！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孩子是刘凯害的，不是我啊！如果不是你将我姐姐带到这里来，她会流产吗？难道我们这么多年感情，还不值得你为我求情吗？你把我当成什么了？随意丢弃的玩具吗？柳岩，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玩具？哼，你连垃圾桶里的垃圾都不如。天宇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，就算你在外面养了小三，我也会把她当亲姐妹对待，绝对不会再发生这种事。以后你想养几个就养几个，我再也不多问了。求求你别不要我。柳岩，你现在还是执迷不悟，你不觉得自己很愚蠢吗？天宇，我知道你是爱我的，我们这么多年感情不会是假的，你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中，是我太钻脚尖，以后不会了，我真的不会了，我改，我全都改，以后我都听你的。亲家，你看看我女儿认错态度这么诚恳，你就原谅她一次吧。我以后一定严加管教。这订婚宴都举行到一半了，可不能因为这种不愉快的事儿耽误了天宇的终身大事啊！我当然不会因为这些就耽误了天宇的终身大事，那就太好了。可凭天宇的身份，想要嫁入江家的人数不胜数，只要天宇喜欢，我都没意见。但唯独他柳岩，永生永世不得踏入我江家半步。不能这么对我，只有我才能嫁入江家。天宇，我们多年的感情不能就这么结束。我就算做不了你的妻子，我可以做妾，你不能丢下我。柳岩，你还真是无耻没下限，我当初怎么就瞎眼看上了你？我只有你了，天宇，我爱的只有你一个，再也容不下其他人。江小姐，你帮我劝劝天宇，他最听你的话了。只要让我嫁入江家，
我为你当牛做马，尽我所能的补偿你。好啊，你打算怎么补偿？我的孩子被你们害死，无论再怎么补偿，我的孩子也永远回不来了。姐，你盯着我看做什么？姐，你不会想让我认她当妈吧？那也需要问问咱妈同不同意啊？同意，当然同意。哎，对，我当然是没有意见。今后刘凯就跟我们断绝关系，以后就改姓江。你们是不是太自以为是了？就凭他也配做我江天怡的儿子？柳岩，我相信你是个聪明人，只要能想出让我满意的补偿方式，我就原谅你。订婚宴也可以继续进行。小凯，你希不希望姐姐能够嫁入江家？我当然希望了，可我们事情做得太绝，根本就不可能了。还有一种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一命偿一命，谁害死江小姐的孩子，就拿谁的命偿还。什么？什么？姐，你竟然为了嫁入江家，要残害自己的亲弟弟！天宇说了，害死江小姐孩子的人都要陪葬，反正都是死，为什么不能给我做出一点贡献？你放心，只要我嫁入江家，肯定会给你烧很多很多纸钱。女儿，小凯可是为了你才打掉了江小姐的孩子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妈，我也是没有办法。你想想，我嫁到江家，我们柳家就跟着飞黄腾达，一飞冲天，到时候还不是要什么有什么？太狠了吧！竟然要对自己的亲弟弟下手。江小姐才恐怖呢，三言两语就让柳岩发了疯似的。刘凯要是死了，江家也脱不了干系，会不会一不做二不休，把我们都处理了？姐，等等，我记得你不是怀孕了吗？那可是他们江家的种，他们总不能不认吧？对，天宇，我有件事一直没告诉你，我怀孕了。哎呦，我的亲闺女，怀孕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就不说呢？要是早就说出来，不就没这么多事儿了吗？亲家，您看妍妍都怀孕了，这门婚事是不是可以继续了？对呀，柳岩都有身孕了，难道江家还能不认账？天宇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柳岩真的有了身孕？哼，柳岩，你要不要脸？我同你认识3年，你说你是个很传统的女人，要把第一次留在新婚之夜。3年来我从未碰过你一次，你怎么可能会怀孕？从未同过房，那按理说绝不可能怀孕啊。是啊，该不会是刘凯为了活命信口胡诌的吧？不可能！我之前偷偷进我姐房间，发现了 B 超结果，确实是怀孕了，我还拍了照片。好，很好。柳岩，我万万没想到，3年来我无微不至的对你，得到的却是这种结果。解释一下吧，这个孩子是谁的？天宇，我没有骗你，这真的是你的孩子。江小姐，我怎么会拿这种事来欺骗你们？我这辈子只有天宇一个男人，我只相信天宇，这孩子不可能是我江家的种。怎么可能呢？我女儿一向洁身自爱，为天宇守身如玉，从未做过出格的事情啊！江天宇，你难道敢做不敢认吗？还记不记得1个月前你喝醉了酒，是我把你抬回去，可那一晚你酒后乱性把我给……好像确实有这么一回事。我能怎么办啊？你那晚那么强硬，我根本就没办法反抗。柳岩，后来我去医院查出了身孕，我本来打算订婚之后跟你坦白的，没想到却因为一个误会，让我们闹到这种地步。没想到其中还有这种事，果然有钱人没一个好东西，把人清白毁了，怀着孕却又不认。就是，柳岩这么不清不白的就没了清白，以后还怎么嫁人？柳岩，你说孩子是我的，孩子就是我的，你有什么证据？那你要怎么才肯相信我？我姐姐学习过几年中医，你敢让她试试？你心虚了？是就是，天宇，我会让你知道，我并没有骗你。好，
他的医术也不知道怎么样，能不能查出来？姐，怎么了？是不是他在骗我们？是真的，孩子已经怀有1个多月了。是，就算我那次喝多了，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怀孕了？事实都摆在眼前了，你怎么还不相信？就是一次就中，又有什么稀奇的？说不定是你质量太好，或者妍妍是易孕体质呢。天宇，既然柳岩怀孕了，这件事就这么算了。姐，你差点被他给打死，我还未出世的外甥也流产了，就这么放过他们？天宇，我知道你现在很厌恶我，不愿意相信我，可肚子里的孩子只会是你的，就算不为了我，也要为了我们的孩子考虑。我不想孩子一生下来就是单亲家庭。姐姐，今天的事情都是我不对，我把你的孩子害到流产，我知道我错了。这是你们江家的种，以后我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。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好妻子，但是我会努力学习一个好妻子到底该怎么做。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帮我劝劝天宇好吗？柳岩，把你的脏手拿开，离我姐远点。这孩子是不是我的？你当真以为我没有办法检测出来吗？什么？天宇，1个多月大的孩子要是强行做亲子鉴定，大概率会流产。反正姐姐身体也没什么大碍了，就别做了。天宇，算了。身体没大碍就能抹去他们对你百般殴打的事实吗？我还未出生的小外甥就这么惨死在他们的手中，不可能！这也太狠了吧！要真是他的孩子，测出来孩子没了，那他可要后悔死。谁说不是呢？这不是拿2条性命做检测吗？有钱人做事真是不计后果，我可真是见识到了。都给我闭嘴！天宇啊，我女儿肚子里怀的可不只是你江家的种，还是我的外孙。要是出了什么意外，你担当得起吗？就是啊，反正江小姐也测出来确实怀有身孕，咱先把婚宴给办了，等孩子顺利出生再做亲子鉴定也不迟，只不过等几个月而已。是啊是啊，你又不缺这几个月的时间，何必那么着急呢？做了好人，几个月时间我不可能等。我姐身上受的所有委屈，今日必须要讨回公道。江天宇，就这么狠心对我们的孩子吗？我绝不同意做亲子鉴定。江小姐，你一定懂得我身为母亲想要保护孩子的心，你帮我劝劝天宇，不要伤害孩子好吗？天宇想要做的事，我不会阻止。你怎么能这样？很冷血是吗？不好意思，柳小姐，我还不及你一半。你好，既然你们要这样逼我，那我就和孩子一尸两命，死给你们看！拦住他！江天宇，这也是你的孩子，我问你，你非要强行检测，你配做孩子的父亲吗？等检测结果出来，如果是我的孩子，我会给你们补偿。真的吗？哎呦，女婿你早说嘛，我这就劝妍妍答应你。等等，那是不是只要检测出是你的亲生骨肉，就让我嫁入江家？想要嫁入江家，呵呵，你一辈子也不可能。补偿也只是给孩子，而不是给你们。天宇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我女儿一心对你，哪怕做了一丁点错事，也不至于这么狠心吧？是啊，要是真确定了亲子关系，这孩子和孩子母亲你都得认。对啊，哪有光要孩子不娶孩子母亲的？哼，这些有钱人都是什么品行啊？真是下等！都给我闭嘴！我江天宇的事情，还轮不到你们议论。来人，把检测仪器拿上来。我倒要看看他能拿出什么古怪的仪器。怎么，柳岩，现在又心虚不敢啊？有什么不敢的？我柳岩这辈子就你一个男人，我100%确定就是你的孩子。好，希望测完你还有勇气说出这句话。
好，3分钟，到时候一切自见分晓。3分钟就3分钟，到时候有你后悔的。江总，你房间里的监控已经全部调取出来，请过目。柳岩带头也就算了，竟然还有人敢这么凌辱我姐！视频里的3个给我站出来！江总，对不起。现在知道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接受。来人，把他们3个送去依法处理，追究到底。是。不要，我不想承担后果，我还年轻。江总，我求求你放过我们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江总饶命，都是柳岩教唆我们的，我们出身体微，不敢不听啊。对，这一切都是柳岩指使我们的，我们要是不听，就要被他威胁。放屁！你们在胡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威胁过你们？明明是你们自愿帮我的，你才胡说！要不是你即将嫁给江总，你们柳家连五流家族都不是，我们凭什么对你言听计从？少在这里废话，全部带走！江总，婚宴大厅的监控视频也找到了，都在这里。好。你言语羞辱我姐姐5次以上，给我姐姐磕5个响头认错，这事儿就算了。是，谢谢江总。你对我姐姐恶语相向，甚至还出手当了帮凶。不是的，江总不是的。记下他，让他直系亲属在整个南省彻底封杀。你3个响头滚出南省！江总，我都跟你讲清楚了，这真的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就是我妈还有我姐指使我做的。你个白眼狼！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？你就这么对自己的亲妈？妈，我可是老柳家唯一的男丁，只要我还有命活，咱家的香火就不会断。您就牺牲自己成全我吧。3言2语就想撇清自己的关系，刘凯，你未免想得太天真了。江总啊，您就大人有大量，饶过我这一条贱命，以后你让我干啥就干啥，就算当江家一条看门狗，我也绝无怨言。你趴在我江家大门口，我都觉得恶心。那你就把我当成一个屁给放了吧，我就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，你何必苦苦相逼呢？我死了对你也没有任何好处，不是吗？那又如何？我江天宇做事有自己的底线，而我的底线就是我的姐姐。你触碰了我的底线，还想让我饶了你？那您说怎么样才能放过我？你哪只手脚打的我姐，现在自己断的，我就放你走。什么？不要，江总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事先我并不知道江小姐的身份，我以为她只是个小三儿，所以才……所以什么？刘凯，你的意思是，如果我姐姐只是个普通身份的女人，你就会毫无底线地践踏她的尊严，害死她孩子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再不动手，我叫人帮你。等等，天宇，就算伯母求你了，就算小凯做错了事情，可他毕竟还是个孩子啊，不懂事儿。好女婿，小凯自断手脚，以后谁给我们养老送终？这怎么能行？还有10秒。姐夫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5。好姐夫，你就放过我啊！我这……天宇，他可是你小舅子，你怎么能这样对他？来人，动手！等等，江总，我有一个关于柳岩的秘密，你绝对会感兴趣。等等，你说你知道柳岩的秘密？对，没错，我有一个关于柳岩的秘密，除了我和她，别人都不知道的秘密。刘凯，你闭嘴！我怎么可能会有什么秘密？你别给我瞎说。江总，我以我的双手双脚发誓，我绝对不敢骗你，但我要用这个秘密来换你放过我。你先说。好，但你听了之后，希望你能大人有大量，放我一条活路。天宇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。刘凯他的为人你还不清楚吗？为了活命，什么胡编乱造的好言都敢讲，你不能相信他。那可不一定。刘凯，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，说吧。那我先问问，要是我知道他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，你确定能放过我？
孩子是谁的？这算什么秘密啊？你还别说，检测结果还没出来，要孩子真不是江总的，事情就闹大了。小凯，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她可是你姐，怎么能这么污蔑她的清白？我没有胡说，我姐肚子里的孩子根本就不是江总的。你为了自己，什么瞎话都能说出口。我这孩子就是天宇的。各位要是不信，就等天宇的鉴定仪器出结果。不，这个结果很重要，因为柳岩肚子里的孩子根本就不是江总。你说什么？这是什么情况？我脑子有点不够用了。要是刘凯说的是真的，那简直太炸裂了。刘凯，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？我当然知道，我有证据。不过这证据给你听完，你必须放我走。行，我可以放你走，在场的人都可以为你作证。证据呢？我跟江天宇就做了1次，我测了没怀上，你帮我一把。好你个刘子杰，你竟然把自己儿子调包换私生子回来让老娘养！哎呀妈，现在不是扯这事儿的时候，现在当务之急是让江总放我们走。江总，我秘密都告诉你了，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？可以。那江总，我们真走了？慢走不送，外面还有惊喜等着你啊！惊喜？姐，我们走。